這個機庫機堡被打掉了，那你飛機停哪裡？他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這些約旦的地方啊，就是美軍的驻地。這個你看，為什麼打約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他的情報研究中心跟資料收集處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語音通信無線電，那個基地就在那個地方，伊朗就把它就摧毀。這樣的話，美軍接收伊朗的情報，尤其是通訊情報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這種隱蔽性又增高了。川普要面對3個壓力，要不要繼續玩下去？所以他講啊，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問一下那個伊朗的總統要不要打，你問那伊朗那個國非長要不要打，繼續打。好，今天的這個美伊戰事，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哦。現在停火說已經進入第3天了，川普他最新也放話說呢，現在大家都求我說可不可以不要開火。那他另外一方面也說，現在看起來呢，美伊有可能去走向達成一個協議，真的是這樣子嗎？還是他自己在自說自話呢？因為我們看到另外在紅海這邊另外一場戰爭。第2條的戰線已經正式的引爆了，也門胡塞組織開始把目標鎖定的地區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直接最新攻擊了沙國的能源命脈。趕快來看到包括了哪一些範圍？包括了東西輸油管線，還有它的阿布蓋格等等全球能源的關鍵設施，在現場爆出了兇猛的火光。來看一段現場最新畫面。Пойдемте отойдем к зданию, слышь? Чтоб тут не к зданию, пойдемте, чтоб тут не стоять никто.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路上的東西輸油管線爆發意外之外，胡塞也指出，在26日他攻擊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地區的這個煉油廠，這個煉油廠是沙國的集贊煉油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每日可供給大約40萬桶的原油做出口。另外，再來看到的是，胡塞組織也宣稱他們攻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無人機，而且在近期之內已經打下了沙烏地阿拉伯2架的無人機。最後再來看到，胡塞還說，在過去48小時內，這個是在26號的新聞，連續襲擊了3艘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輪。現在看起來呀，曼德海峽這邊的通行量已經創下了數月的新低，沒有人敢走這一條路了。那麼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戰爭已經持續的延燒至能源海上的通道戰了呢？我們也來關心到說，之所以這次的攻擊會備受關注，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剛剛被炸的這個阿布蓋格的石油廠更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處理中心。一旦能源遭受破壞，不只是影響到整個沙烏地阿拉伯，更是全球的油價跟能源的供應都會受到打擊。那麼胡塞組織，大家就在看說，以前不過就是在也門內戰中的一個地方武裝組織啊，怎麼現在它擁有這麼多的武器？不管是它擁有無人機、飛彈、遠程打擊能力，甚至都可以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在擴大。是否伊朗在這背後有偷偷的提供它什麼樣子的武器呢？現在說是不是有提供武器支援，甚至有情報支援，還有提供作戰經驗，還有目標的定位的武器，都提供給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這一場在中東的戰事是否全面的擴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這個大使怎麼看了？胡塞為什麼不只是攻擊油輪，現在進一步打擊沙國的陸上輸油管？胡塞說了，他接下來會來複製伊朗的模式，要來攻擊在紅海這邊有個新的戰法。那他究竟能不能真的整個封鎖住這個地方呢？那伊朗的部分是否有提供哪一些武器支援給胡塞？如果沙國開始做一個全面的攻擊，美國甚至是整個波灣地區是否陷入第2場更大規模的戰爭？謝大使怎麼看？當然就是說，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這個恩恩怨怨啊，延續了幾十年了。雖然過去從2022年4月開始，因為聯合國的斡旋啊，那麼也門的內戰稍微暫時停火。那也造成沙特跟這個胡塞組織之間停火，這個已經有差不多有4年多了哈。不過之前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連續打了幾十年的仗，幾十年的仗。歸根究底呢，還是因為應該是宗教派系原因，因為胡塞組織它是屬於這個實業派，那沙特是遜尼派。
所以在阿拉伯半島上南端這一些什葉派啊，跟遜尼派之間啊，是很難取得和解的。那所以這場戰爭就一直持續。那當然了，就是說胡塞組織過去給人家感覺是拖鞋軍嘛，好像是一群烏合之眾。可是事實上，以他現在的實力來講，並非如此了，絕非昔日無下的阿蒙。聯合國估計他有35萬作戰人員。那麼好，美國的國防部啊，戰爭部他們的這個評估哈，他說如果含輔助人員的話，胡塞組織的軍事人員一共有將近80萬，相當大的一個部隊。是。那它的核心裝備呢是導彈和巡航導彈，而這些導彈呢跟巡航導彈，很清楚的技術，關鍵技術都是從伊朗來的。所以伊朗有什麼樣的導彈能力，這個也門的導彈能力也不會差太遠。因為在上一次這個就是以色列攻打加沙半島的時候，那時候也門它是唯一對這個以色列進行制裁的，它打了幾枚都是超高音速的這些導彈，那射程直達2000公里。那這些技術一般來講的話，就是各界都認為完全是伊朗的在背後。以他現在的這個導彈巡航導彈，它有所謂的巴勒斯坦2號，那這一型的導彈是超高音速的，那它的這個射程高達2150公里，可以涵蓋絕大部分的中東地區。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圖凡導彈，那個系列也可以打到1800到1900公里。那它還有一個巡弋導彈，也就是 cruise missile， 隨着地形貼着地形飛的這種巡弋導彈，那麼叫聖城系列，它可以飛2000公里。所以光你看它的導彈系列就相當可觀。那另外它還有它的無人機系列，有一個叫薩馬德系列。那麼這一系列的這個無人機可以航程是1600到2500公里。另外它還有水下無人艇。那另外一個方就是說，因為這個也門的地形非常非常的複雜，所以他們也非常善於利用這些地形，還有很多的軍事武力像這種飛彈無人機基本上也都地下化。所以跟這個伊朗的做法是一樣，而且外界也非常確信，就是事實上這個胡塞組織，他們跟這個革命衛隊，伊朗的革命衛隊，在指揮體系上也是聯動的。那而且很多這些軍事顧問伊朗的軍事顧問還有大批的胡塞的武裝人員那麼之間那個互動也非常頻繁。這個胡塞的這個武裝人員都是到這個伊朗去受訓。然後呢，在也門呢也有大批的伊朗的軍事顧問直接在指導這個也門這個胡塞組織的作戰。所以整個說起來，事實上這個伊朗有什麼戰力，胡塞就有什麼戰力。所以今天就是說這件事情雖然說當時是一件小事，引起了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相互的攻擊。可是這件事情立刻就提高了，立刻就提升了，而且呢，以朝向封鎖紅海那麼有關的這個郵輪通道這個目標發展方向，這是非常符合現在美伊戰爭伊朗的這個戰略形勢的。那麼因為除了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已經造成這個國際油價漲到1桶100塊美元了。如果說紅海再被封鎖的話，那國際油價就要跟那個火箭一樣往上升了。這個是對美國極為不利的。所以事實上的話，不論是這件事情，不能單純只看是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恩怨，應該跟這個目前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連在一起來看。好，所以這個也變成了一場能源戰哦。先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接下來沒想到胡塞這邊他的目標也要把這個紅海給封鎖住。那剛剛也提到了嘛，伊朗這邊提供了很多的技術資源，甚至軍事聯動、武器聯動等等，
給也門胡塞組織，所以胡塞組織也大幅提升了它的戰力，不管是它擁有導彈、無人機，甚至是無人艇，還有各式的。剛剛大使幫我們提到的各式導彈。那現在除了關注在也門這邊的消息之外，我們也來看到這個伊朗的攻勢持續，尤其呢，它現在攻擊的目標，我們也看到了是在這個約旦的地區，約旦的薩爾蒂空軍基地。今天之所以把這個空軍基地拿出來說，是因為它在中東對於美軍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前進基地。這邊這個基地掌控的資訊包括了有情報的監控、無人機的作戰、空中支援，還有軍事的協調，都是靠這個基地。那伊朗現在打這個區域，它用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戰術呢？它利用的就是法塔赫的飛彈家族，採取叫做拔釘子的戰術，集中火力直接去攻擊關鍵基地，削弱美軍在這邊的作戰節點，再降低美軍後續的打擊能力。所以呢，我們來看伊朗也特別公布了，從7月份，現在時間已經到了7月底嘛，從月初到現在，它到底打下了哪一些美軍重要的目標呢？這邊直指包括了美軍重要的多個中東基地之外，還包括了營房、MQ9 無人機庫啊、運輸機，還有我們剛剛講的約旦基地、飛機掩體、無人機設施、新建的倉庫等等很多都是重要的建築。那麼軍事設備的部分，伊朗也宣稱它打下了47套的美軍雷達防空系統、44個後勤支援設施、48個作戰基礎的單位，還有各類的航空設備。根據了解，美國的這一些精準飛彈消耗率已經高達了70%將軍怎麼看？伊朗他祭出了這個叫做拔釘子戰術，如何改變中東的戰爭模式？美國還撐得住嗎？尤其是約旦這個基地現在被拿下來，是不是等於找到了一個美軍在這邊的一個破口，關鍵的一個破口？那將軍怎麼解讀？這個拔釘子戰術就是針對美軍駐在中東地區的有生戰力，把它做摧毀。這有生戰力包括這個機庫、敞篷，還有修護，還有它的放了作戰資材的倉庫，這些都是有生戰力啊！我專門打你有生戰力。也包括你那個這個機庫機堡被打掉了，那你飛機停哪裡？如果裡面有停飛機，那你飛機也遭受破壞了。這都有，這就是發揮有生戰力的作戰資材。那伊朗專門破壞這些。那他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是最新型。他打，你想想看，它可以打到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我們整個阿拉伯半島最窄的地方是1200公里，那它最寬的地方也只不過在最南端。那當然那已經是也門的地方，那是1900公里。所以我們看整個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它就是那個最窄的地方那一段，那整個區塊，沙烏地阿拉伯是在佔了整個阿拉伯半島將近2/3，因為它是215萬平方公里，相當大。那它的西邊就是約旦。那現在伊朗是這樣來看，也門胡塞組織你是負責對沙烏地阿拉伯，我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不要搞相處的關係，不要搞太壞。我專門對付約旦。這些約旦的地方就是美軍的駐地。這個你看為什麼打約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專門叫也門胡塞組織就好了。這他們兩個是分工的。那現在伊朗打這些在約旦的這個美軍駐地都是有生戰力。因為那個地方是比較遠邊，你如果是科威特、卡達、巴林，那都在這一邊都在波斯灣沿岸這個時候美軍已經後撤到約旦去了，因為在波斯灣沿岸的最容易被摧毀。是，那到約旦去，那我專門打約旦。是，那這樣子它是拔釘子戰術，這樣子美軍所能夠發揮的有生戰力，還有它的情報研究中心跟資料收集處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語音通信、無線電，那個基地就在那個地方，伊朗就把它做摧毀。這樣的話，美軍接收伊朗的情報，尤其是這種通訊情報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這种隱蔽性又增高了。所以他这個大有生戰力。那美國面對的壓力大吧？川普要面對3個壓力，要不要繼續玩下去？所以他講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問一下那個伊朗的他的那個總統要不要打？是。你問那伊朗那個國會長要不要打？繼續打。你不要聽到老百姓他就有理由了，大家叫我不要打，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那現在面對啥？第一個財政壓力，打仗要錢，而且美國現在通膨嚴重，他現在好像又要再升息了，因為要通膨不然怎麼辦呢？然後現在國債也高，你要打仗就是要軍費，所以這個經濟財政的壓力大，川普要不要去面對？對。第二大壓力就是我們所說的他的犧牲的大小，
你要打下去，你美國要犧牲哦。他这个伊朗的这些報復，你會不會受傷？會啊！你看他的犧牲還做微調，這真正被戰死的18個調到14個，為什麼？那4個滅火的時候摔死啊！然後說那不算作戰，怎麼不算作戰？這整個戰區都算作戰了。這犧牲的大小他比較輕。第3個就是國內的壓力。10月3號，美國期中選舉，美國所有的全部眾議員改選，川普壓力大不大？當然大。1/3的參議員改選，他壓不壓？當然大。11月3號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面對上還有國內的，我們的民調他一直在下滑。國內的這都是國內的壓力啊，他要不要去面對？當然要去面對啊，3大壓力，所以川普都要去考量，他能不能頂住這個壓力？所以我倒認為，川普在這方面。他打天庭，他是有所考量。那所以目前川普要止戰，他可以說是大家都叫我停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個說法，就是專家在指出說，是不是美國現在正在大規模的在備戰呢？現在有另外一個說法，原因是因為從軍事上面看到了一些跡象，美國正在快速的部署他們的防空系統、反飛彈的戰力，以及中東地區都把它放在了以色列這邊做一個軍事上面的部署。那以色列也公開說了，川普最終可能被迫再次升高對於伊朗的軍事壓力，真的會有下一階段來自於美以對於中東地區的攻擊嗎？上次哥怎麼看？好，首先我想對於這個美伊，尤其美國方面，在上星期五晚上就突然就停火了，沒有任何的跡象。要知道，其實到目前為止呢，其實川普包括在他的這個社群的這個媒體當中，也沒有一個正式宣布停火，都是周邊的啦，包括聯合國大使啦，或美國周邊的。那當然，在美國方面，其實還是有開了好幾個會哈，都知道其實川普在美國方面其實也召開，把4星上將都找來，然後呢，包括了范斯、副總統范斯，還有這個聯席主席凱恩，都有具體的提出了報告。那報告都提裡面的內容，主要都是提什麼呢？提確實彈藥方面，他不敢跟川普講說彈藥不夠，跟他講說哦，彈藥當中的損耗很多。那麼所以呢，這裡頭其實還是基本上立場上有建議，要不要繼續打下去？因為這一波從7月中旬打下來的部分，你就花了那麼多彈藥在打，但是你把伊朗有打殘的打下跪嗎？沒有啊，也就是說你繼續再打10天20天，伊朗可能還是一樣的，還不斷的回擊。所以說到這個階段來說，要休整。那在戰略上當中，美軍要休整，包括很多的武器的補充跟調度。我想這個部分雖然沒有這樣子公開去講，但是呢，這幾天其實我想最新的全世界的研判，就是這樣研判都是這樣子。不過呢，我們必須得要注意哈，雖然說美伊狀似停火，但是在周邊的部分其實是有很多地方風險繼續擴大的。首先第一個都叫胡塞。就在也門方面，胡塞跟沙特已經打起來了哈，而且這個打當中，大家也是不留情面的，而且延伸所及，就會對於紅海方面整體的這個原油控制，這裡頭沙特跟阿聯酋大筆的這個輸出哦，要從這個地方繞出去都卡住了。那麼其實在這裡頭其實是現在有在打的這個烽火所在。第二個，其實眾所周知都要特別注意哦，因為這個時間點，大家永遠不要忘記以色列。以色列針對於美伊這一波的停戰，公開表示說，他們保留他們本身的軍事權利，也就是說，他不是跟美國同步的。而且這裡頭針對黎巴嫩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因為就在昨天，穆吉塔巴就伊朗的現在的精神領袖公開表示，非常強硬的說，黎巴嫩的部分是他們的兄弟，所以對於以色列的繼續透過黎巴嫩的擴張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是，也就是說，雖然是美伊之間，但是還點名了黎巴嫩。第三個，我覺得最關鍵當然就是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其實因為對付俄羅斯呢，最近在裡海的部分已經炸掉伊朗的3艘船了哈，所以呢，烏克蘭其實澤連斯基已經公開有喊話，對於伊朗當中說了一些狠話哦。那伊朗當中也回應了部分，就是說他們不是俄羅斯，真的要打你，而且現在據說伊朗已經在做準備，對於伊朗的作戰的可能。是，也就是這兩個戰場會不會合起來？但是目擊澤連斯基就是要讓美國休息，或者是他要自告奮勇，希望能夠獲取美國更多的結盟。所以這一塊我認為是目前來講，美伊雖然停了，但是這邊的戰爭的狀況跟烏克蘭戰爭有沒有可能會慢慢的匯集？其實這我認為是最大風險，而且值得觀察所在。今天的節目，美伊戰士趕快來看到的是，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
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经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它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3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搞山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搞山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一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2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搞山真的下手嗎？漢庭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就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啊，
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鎖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稿山呢？啊，7月13號，川普還說啊，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啊，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哎，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稿山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稿山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的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稿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稿山之後，我講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稿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对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是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
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他？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講的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对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对，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儒淦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苑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苑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的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那另外還不要講說它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美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們每天就是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他媽幾個月了，對不對？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茲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這樣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看這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5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塗。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
缺腿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精簡，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叶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今天有關於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先來看到第一個，伊朗疑似利用手機漫遊就可以立刻定位美軍的所在位置。現在說呢，美軍基地恐怕已經遭到伊朗的全面監控了，而且呢，靠着飛彈系統等等就可以完全的命中美軍的目標。但是現在有一個最新的統計說，美軍的7月份傷亡只有1個人，大家覺得說這個是不是一個黑數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川普不止揚言他要轟炸軍事基地，還點名說他的下一波攻擊目標已經說了，就是當地的基礎設施，甚至不排除要來奪島哈格島，就是伊朗的石油命脈哈格島。他真的敢這麼做嗎？會不會造成更嚴重的美軍傷亡呢？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在這背後的角色，因為呢，現在根據媒體報道，拍到了中國大陸的貨機接近伊朗後，開始集體關閉了應答器。如果北京真的如報道所說的有提供雷達或者是防空系統，接下來甚至是一些軍工物資，那麼接下來對於伊朗的戰力又有多大的提升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中東的戰火完全沒有降溫，現在走向了更危險的地方。趕快來看到最新進度。這個是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在14號下午再一次的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的空襲行動。這一次攻擊的地點包括了阿巴斯港，還有這個格什姆島等地方，這些地區都是靠近這個荷姆斯海峽的軍事設施。伊朗的官媒也證實，美軍確實有發動這一波攻擊，打到了當地的一座瓶裝水的工廠，還有格什姆島都遭到飛彈的襲擊。不過伊朗立刻是展開了大規模的報復行動。他也說了，他攻擊的目標包括了靠着多枚的飛彈跟無人機飛向了巴林，還有科威特、約旦美軍基地，還有包括了第5艦隊的總部都遭到摧毀。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的部分。革命衛隊說的，包括巴林武裝武器的倉庫呢，在這邊的衛星系統還有雷達系統，美軍的宿舍、第5艦隊愛國者系統還有預警雷達都遭到摧毀。再來呢，約旦當地的空軍基地也是，包括它的關鍵設施跟美軍的駐紮地也都遭到了嚴重的襲擊哦。那麼戰火，我們看到不只是在這些基地而已，還甚至延燒到了民航去了。民航的部分，我們來看到是來自於歐盟的航空安全總署特別針對於這一次的衝突，已經要求了所有航空公司要避開這些地區，當中包括了巴林、科威特、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阿曼灣。被說呢，因為軍事行動在這些地區已經是高度的風險了。在這樣子緊張形勢下，川普再一次的放話，點名說，如果在伊朗繼續的打下去，他的下一波攻擊目標已經是到民用去了，包括了當地的發電廠、橋梁等重要基礎設施，甚至不排除派地面部隊來奪取哈格島。但是立刻《紐約時報》做了一個評論，他認為川普的種種行為恐怕已經觸犯了戰爭罪。CNN 的分析師也特別做分析說，川普啊，你確定嗎？這個地面部隊如果真的派進去哈格島的話，傷的是你自己美軍啊，你這個美軍的人命恐怕呢會非常的嚴重，遭到非常嚴重的戰損。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弔詭，我們剛剛提到了，從7月份美軍做了一個統計到現在，剛剛說了，這個伊朗它是可以靠它的衛星定位
他是可以靠他的手機定位去知道這個美軍基地在哪裡的。但是呢，沒有想到美軍的戰損7月以來死亡人數只增加了1人，大家就在看說這個是不是一個黑數呢？剛剛講的嘛，國際手機漫遊就可以追蹤美軍的定位了，所以伊朗的戰力好像看起來比想象中還要更大哦。那麼委員怎麼看美軍公布的最新的傷亡數字？有關於他這個另外一個奪島的部分，川普真的敢派地面部隊去奪島嗎？那你有什麼看？对，我想美國國防部在這個開戰到現在，他們所公布出來的數字哦，其實一直引起外界高度的質疑哦。那麼我還記得當時赫格塞斯出來講說，他們受傷的官兵大概有400人，而且90%都是輕傷。當他一講完之後哦，美國的2個媒體哦，一個是 The Intercept， 一個是 CBS， 就聯手做了一篇報道。這篇報道只舉了一個例子就好了。他舉什麼例子呢？他舉的是今年3月1號，這個美軍基地在哪裡呢？在科威特的蘇艾拜港，它的工作站，當時只是被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攻擊。在那一次的攻擊過程當中，美軍當時公布的傷亡數字是這樣：死亡6人，然後受傷20餘人。但是呢，這些人都是輕傷。當這個訊息一公布出來之後，當場在現場受傷的官兵跟家屬就跳起來了。其中有一個官兵，他說他全身都被這個碎片擊中，然後呢腦震盪，將來聽力受損，然後這樣叫輕傷。另外一個面部受傷嚴重，就軍方報說只是面部擦傷。所以對這些官兵跟家屬來說是情何以堪的事情了。那你更不要講說，大家還記得嗎？那個時候福特號失火，福特號上200名水兵哦，全部緊急送醫，因為嗆傷跟這個碎片割傷。200名水兵也沒有算入戰損。所以美國國防部在玩什麼把戲呢？第一，他在玩傷亡定義，就是明明是重傷，我把你定義成輕傷。然後第二，他玩的另外一個把戲，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叫做非敵對因素。所以只要不是伊朗人親手殺的都不算。被友軍擊落的，自己不小心掉下來的哦，那麼各式各樣的这個傷亡，明明就在這場戰爭當中，明明就應該要算在戰損裡。他現在告訴你，只要不是伊朗親手殺的都不算，間接殺的可能也不算了哦。所以在這種遊戲規則的情況之下，他玩起數字遊戲了，那當然看起來這樣的一個戰損，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可笑滑稽的一個數字哦。那麼我覺得伊朗第二點我要講的是，伊朗很聰明哦。就其實伊朗它真正的目的不是殺美國大兵，你殺太多的美國大兵，你就會激發起美國社會的同仇敵愾了。所以伊朗真正的目的是摧毀美軍在中東的軍事基地，這才是他的目標啊。他如果真的要殺美國大兵，他就不會來一個什麼慢速的自殺式無人機，或者是那種低階導彈，讓美國的這個各基地的這些官兵可能有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避難的時間了。他可能會用別的方法。可他的目的不是要殺美國大兵啊，美國大兵殺不完的。可是美軍基地可以摧毀殆盡，這才是重點嘛。因為你只要把美軍基地摧毀殆盡了，他掌握了主場優勢。那美國的兵力要怎麼投送呢？美軍要轟炸他，沒有基地願意讓他使用，歐洲的基地不讓他使用，中東的基地都被炸得一團爛。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如何能夠轟炸他？所以我記得我們前幾天在節目說過，如果現在大家看到現在在波斯灣上空，美國有11架加油機在那裡，為什麼有11架加油機？因為都要長途奔襲啊，因為近距離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所以伊朗的目的是摧毀基地，不是殺美國大兵。所以這個數字對伊朗來說根本不算什麼，他一點也不在乎。那你說美軍敢不敢打地面戰？其實美國如果打地面戰，就是敲響了美國的喪鐘了。我們不止一次講過，以伊朗的地形全面都是高原，美國今天如果要打登陸戰，2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次打登陸戰，他要從哪登陸啊？哪裡可以登陸？登陸上去都是高原，然后現在是伊朗最熱的時候，伊朗的人民都要到傍晚5點才會出來工作了。然後美國大兵現在酷暑之下曬着大太陽在高原上行軍，這美軍可能嗎？然後更不要講到說美軍只要打地面戰，哪怕是哈格島都會有很大的傷亡哦。他們現在搞粉飾太平的遊戲，不就是怕造成太大的傷亡，引起國內的反彈嗎？各位知道現在2個地區，美國跟伊朗。這個2國的人民的戰鬥意志是不一樣的。美國人民是大部分是反戰的，60%以上都認為這場戰爭夠了，別再打了。可是伊朗不是啊，伊朗你光看他們送哈米尼那幾天，從7月4號到7月9號的那6天，2000萬人走上街頭了。所以對伊朗人來說，他們不怕死啊，
他們現在要的是跟美國討一個公道回来。所以如果今天一旦打了地面戰，美軍的傷亡一变大，那麼川普就要面臨國內更大的反彈的聲浪跟壓力了。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一點都看不出來川普有這個能力去打地面戰，而且大家都了解會叫的狗不會咬人哦。那麼川普叫了好幾次了，那麼沒有一次真的採取過行動的。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繼文總編。另外，我們剛剛看到說，這個伊朗的最新的它的戰術，包括透過手機定位 GPS， 然後去攻擊伊朗。不過現在看起來，7月份的傷亡數字，我們再重複一次，美軍說只有1個人。那繼文總編有怎麼看？剛才委員分析這個戰爭黑數這個問題，當然是這個也有可能啦。那另外我認為也有一個可能，就是美軍的防禦力可能增強。特別我們都知道，那這次和美以伊戰爭這個38天的衝突不一樣，屬於一個零星，而且沒有這個大規模運用各種武器，然後進行一個飽和攻擊。像38天的戰爭，我們知道伊朗動用的武器除了無人機、普通的彈道飛彈以外，它還動用高超音速這個彈道飛彈，而且採用飽和式這種攻擊。但這種模式在這次的美伊衝突裡面，我們並沒有看到伊朗採取這麼大規模的一個反擊。再加上之前美國因為波斯灣區域這個美軍基地，包括愛國者飛彈，還有各種防空武器、彈藥等等不夠的部分，那盡量從美國其他地區進行快速的補充。因此，我個人認為，包括愛國者飛彈，還有其他的一些防禦系統，它的量應該跟38天的戰鬥裡面要大量消耗、大量耗損。其實這個等級是有很大的差別，就是美軍的防禦能力應該會比之前要好很多。另外，我們知道這個烏克蘭在美以伊戰爭衝突初期，那包括應美國的要求，還有波斯灣地區國家的要求，要援助一些反無人機的技術和一些裝備。那我們知道烏克蘭的反无人機技術是很好的，比如說他這幾年研發出一種 P1SUN。這種很簡易，幾百塊美，大概500塊美元吧。是，然後發射可以有效攔截見證者136這種無人自殺這個攻擊機。因此，我很相信，包括美軍基地還有波斯灣這些國家，應該是接受了烏克蘭類似的援助。也因此，在反無人機手段和裝備上來講，跟之前38天戰鬥的時候，應該這個方面要好很多。也因此，總體來講，我認為，除了人員傷亡這個黑數，美軍有可能刻意隱瞞，或者不同的標準設定不同的標準來這個調整它的傷亡數據以外，它本身在波斯灣地區基地的防禦能力應該獲得比較好的增強。而且看這次戰爭模式屬於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大家都沒有給對方致命的一擊，不尋求最大的傷亡，然後打的主要目的是給予談的這個部分施加一些壓力。因此那相對來講都是算比較有限度的打。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即使美軍可能隱瞞了一些傷亡的一些黑數，但這個戰爭本身它的強度還是與之前38天有很大的差別。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就是有沒有中國大陸的幫忙來協助伊朗增加戰力呢？好，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多架的中國大陸的運輸機飛往伊朗的途中關閉了應答器。這是來自於伊朗的反對派最新的聲明，他說中國已經向伊朗提供了雷達跟防空系統。電訊報也質疑，從中國大陸起飛的3架747的貨機飛到接近伊朗之後，從雷達上面消失了。質疑北京正透過情報運輸跟它的軍事設備來協助伊朗。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對於伊朗的戰力有哪一些方面的提升？那接下來對於這個美伊戰事的影響，幹哥又怎麼看？好，大家知道不管是貨機或者民航機你都要經過這個國際民航法的規定，因為你起飛之後你要報告你的目的地，所以你的尋達器就我們講過嘛，就是 transponder 一定要打開的，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追蹤。那我們就認為你是不是發生了7500事件被劫機如果你是沒事的話，你一定會打開的狀態。那結果這3架747貨機從中國起飛之後，它報的目的地是哪裡？你知道？盧森堡，它要飛去盧森堡。但是它飛去盧森堡，你知道中國
的這個機場起飛之後，一定會經過青康藏高原，對不對？然後進入中亞，然後呢，他在這個接近伊朗的時候，他突然尋達機關掉了，不曉得這3架飛機的雷達那個訊機全部都消失了，不見。這3架飛機為什麼到了伊朗附近就再也追蹤不到？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民航的國際民航組織裡面現在還在問這件事情。所以這3架貨機到底去了哪裡了？不知道，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你它去哪裡。所以大家就很懷疑說，因為美國的智庫就認為這個就是停在伊朗，這就是停在伊朗，就是載了不知道什麼東西才會抵達伊朗附近的時候，它的雷達的尋達器就消失了，而沒有真正飛到盧森堡。好，那我們先來看哈，民用的不管是巨無霸啊，其實巨無霸它雖然是很大的飛機，但它仍然是民航機，它是貨機，它不像如果今天它是運20，那就是軍用運輸機了，它的系統裝載完全不一樣。所以說，這個747貨機它最有可能攜帶的是什麼？它攜帶的是雷達零組件以及一些支援的裝備啊，它是可以載的。但如果說你要把整枚這個，比如說飛彈或是燃料系統裝進去的話，那不能夠用貨機，那必須要用這種中型戰略運輸機。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件事情，我們就會覺得說很其實老實講，這是見怪不怪了。也就是說，其實這個中國跟俄羅斯在許多方面都提供相當的情報給伊朗，不然伊朗沒有辦法找到科威特美軍的正確的基地所在，然後發射高超音速導彈去攻擊。所以這一點我們是能夠理解的。很多方面的訊息跟情報都是由中國所提供。更重要的一點，在亞丁灣上面，我們突然發現了一艘船，那艘船叫做天狼星號。天狼星號是什麼船？是中國最先進的情報船，其實應該講間諜船了。有3個大圓球，像氣象雷達一樣。這艘船上萬噸，所以你就想到，原來在這個船已經開到了亞丁灣，已經要進入波斯灣了。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其實伊朗會有很多數據，它從哪裡來的？它不可能是由伊朗自己本身能夠獲得的。這中間也經過了很多盟邦的支援，也就是中國跟俄羅斯。大家所以能夠理解說，其實老實講一句，中國貨機飛到德黑蘭去，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那是為什麼？因為還要用747來不要引起國際的側目。等到哪一天真的飛過去的是運20或是伊留申76這種專用大型戰略運輸機的話，那就是我們直接支援伊朗，那就是跟美國直接幹開了。沒有什麼好多說的。那一天會不會到來？會。如果川普你要再這樣子胡說八道下去的話，中國就真的派戰略運輸機過去，那時候你就不要廢話了。